嗨，大家好，今天终于来聊 Context 645了。Context 645简称 C645，它是一台有如梦中情人般的梦幻相机，是一台采用原生蔡司镜头的全自动中片幅大单反。就拍底片来说呢，它拥有一种很难被超越的摄影爽度。今天这一支影片呢，会聊到 C645的特色、它的机能、优缺点，然后底片安装的示范，以及最后的小叮咛跟建议。影片比较长，可以依时间码跳转观看咯。C645它在日本有着中片幅女王的名号。我们回顾底片摄影时，打从巴纳克打造了第一台的徕卡开始，35厘米注定被推向了最强势主流的底片规格。长期下来，中画幅相机的进步一直落后于主流的35厘米单反相机，直到1999年 Context 它推出了 C645。它的机能可以与当时的35厘米旗舰单反相媲美满载了 Context 最新科技与技术。尽管现在回头来看，C645是一台2005年就停产的老旧机型，但是在 C645之后，几乎可以说已经没有更先进的中片幅底片相机问世，所以我们可以开玩笑的说，C645永远都是最新的那一台。那在专业底片摄影里面，C645依然是常见的一线主力机种，类似的还有 Pentax 645、Mamiya 645以及哈苏的 H2。因为 C645它具备了全自动画所带来的便利跟机动性，以及它非常经典的卡尔蔡司人像明镜80F2的存在，所以 C645非常适合拿来拍摄人像，是许多复古婚纱跟时尚摄影的人气机种。外观的部分相较于许多外观阳刚的中片幅相机，C645算是外形相对时尚优美的。那大家都知道，深山大道 GR1，全川石花 C645，所以呢 C645还有大师的爱用与加持自然呢，追求者众多，再加上 C645的生产期比较短，数量相对稀少，而且目前已经断料多年。套句中古商的话术，有道是坏一台就是少一台。长久以来呢，保有高贵的身价，那据说业界都会囤备用机身。那小弟实在是太爱了，所以也任性的囤了2台。平心而论，这个 C645它中片幅女王的名号呢，我觉得是当之无愧。再我们简单聊一下它的功能，它的机身采用模组化的设计，透过电子接点，就是这种金手指来进行连接，然后可以大部分解为镜头、取景器、底片后背跟机身本体。那在本体的部分呢 ，C645它的功能非常先进，它拥有自动对焦、自动卷片、自动曝光，当然啦，曝光补偿啊、包围曝光这些一定会有的。基本上它就是一台旗舰级的全自动单反的中片幅版本。不过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有光圈先决也有快门先决，但是就偏偏没有 P 模式。那当年原厂的回应呢，他们认为使用 C645的专业用户是不需要 P 模式的，而且这样还可以保持操作界面的精简。关于这一点呢，真不知是原厂的便宜形式还是刻意耍个性尽管如此的全自动，大多数职业摄影师使用 C645还是以纯手动对焦，然后搭配手持测光表居多毕竟大多是在棚内或者是可控的环境下所拍摄嘛。那如果说只是用于日常拍摄的话呢，不妨放心享受全自动带来的方便。用 C645拍日常真的是一种奢华又任性的享受啊。但毕竟是中片幅所以应该还是要留意手震带来的画质流失。适度的使用脚架依然是很建议的。电池采用 2CR5， 不是那么方便购买，而且这个女王的胃口很大，吃电非常的惊人。所以呢，安装这个直拍电池手把 MP1， 除了呢拥有直拍快门钮，而且还可以同时使用4颗 AA 电池，获得2种电源的保障以及续航。这点被许多 C645 用户认为是必要的。它的快门组是电子垂直金属快门，最高速可以达到4000分之一秒，那最高闪灯同步为125分之一秒。那 C645 虽然是中片幅的机种，它的快门基震并不特别明显，快门声呢也是出乎意外的温柔好听，甚至比许多35厘米单反还要温柔，是一种听了会令人上瘾的美声。光学取景器部分呢，它是一种可更换式的 AE50镜，
取景器，造型采用非常流线型的曲线，取景器相当长哦，整个突出底片后背许多，拥有 TTL 点测光、中央重点以及平均测光的功能。OVF 的观看效果非常明亮舒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手动对焦相当方便，虽然它的视野率呢只有 95%， 但是实际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另外还有腰屏取景器可以选择哦。相机的底片后背或者称作片盒，型号是 NFB1，645后背设计的其实还蛮好的。一样，它有一个 Dark Slider 或者称作挡光板、后背插刀啦、豆腐刀，主要是用来帮后背中的底片遮光。拍摄前呢，记得一定要先取出来，才能够激发快门。那机背呢也有贴心的刀带设计，可以收纳豆腐刀如果拍摄中途要更换机背呢，也很简单，关闭电源后插回豆腐刀，机背就可以直接取下，直接换上另一个后背，以另一卷底片拍摄。它每个后背都有个 ISO 设定的装置哦，随插即用。底片后背有2种片芯可以选择，第一种叫做标准片芯 NFB1A， 可以依照120与220底片规格来调整底片压板的张力。当然啦，现在已经没有220了，所以只要固定在120就可以了。另外还有真空片芯 NFB1B， 这个号称实时真空系统，可以将底片吸在压板上面。当年主要是针对容易弯曲的220而来。后背也具备了打印拍摄资料的功能，而且也支援底片编码的判读。那除了底片后背外，它还可以搭配数位机背进行数位摄影。只是支援 C645 的机背呢，相对其他厂牌机款在市面上相对稀少，所以非常抢手，无论新旧价钱都很高哦。然后呢 ，C645 还有拍立得后背哦。再来聊聊伟大的卡尔蔡司镜头 ，C645 采用专属的 C645 卡口，这些镜头呢是内置超音波马达的蔡司镜头群，支援全时手动对焦。全系列的镜头焦距呢，从35厘米到350厘米，这些都是末代晶瓷 Contax 的光学精华。C645 卡口最负盛名、最经典就是这一颗卡尔蔡司 80F2 大口径的标准镜头。那事实上目前呢，我也只有这一颗，因为光是这一颗呢，我就已经玩得非常过瘾了。它是一种常见经典的双高丝设计的镜头。这支镜头的镜筒外观呢，跟 CY 菜头一样，走低调奢华的风格。那这一颗呢，是许多人赞不绝口的人像明镜。网络上呢，不少人说全开 F2 的时候呢，就很利。那从头到尾只开 F2、F2.8 的人也大有人在。有人说呢，可以拍出林布兰特画作的梦幻氛围。那也有人说呢，可以把人物拍得更美丽、更年轻。这支镜头所捕捉到的光线氛围跟它的散景，真的非常的优美。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颗镜头。这颗镜头可说是 C645 的招牌。但这边必须特别说明一下，它的自动对焦非常非常的慢，从无限远到最近距离呢，花了约大概2秒才会到达。关于这一点，当年的《朝日相机》杂志呢问了京瓷，当时得到原厂的答复是：我们 Contax 是重视影像品质的品牌，所以呢，为了充分展现卡尔蔡司镜头卓越的描绘力，特别是 F2 等级的这种大光圈镜头，关于对焦精度的要求是更加的严格。因此，在对焦驱动上面呢，一切以精度为优先。简单的说，就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所以为了精度，对焦速度慢，那也是无可奈何的。关于这一点呢，其实影响并不大，因为毕竟大多数 C645 的使用者并不着重于快照，而是着重于品质。接下来归纳一些常见的缺点，老实说呢，这里面许多是我还没有亲自遇过了，但是未来可能会遇到。不管怎样，整理给大家参考。第一个，中途宕机不给拍。网络上呢，不少人指出呢，偶尔会遇到拍摄中途宕机不给拍的状况。那这一点呢，很可能是模组之间的金手指接点接触不良。所以通常只要试着把所有的模组拆开重接比如说取景器啦、电池槽、镜头等等，拆开再组合之后，通常就能解决。第二点就是容易动到设定，那这点也是最常被诟病的，通常是在使用过程中，比如说从包包拿出来又放进去，不小心容易动到这个操控界面上面的一些转盘转轮。我们可以将数值设定好之后呢，再使用铁人胶布贴起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误触的可能性。还有一个是快门转盘上不应该存在的一个小缺点，就是快门转盘上面的4000分之1秒到8秒长曝光这2个档位中间呢，居然没有卡指的设计。那基本上这一点呢，许多早期的相机都已经注意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Contax 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在拍照的时候，如果一个不小心呢，真的就会毁掉一张照片。再来一点是令人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片芯容易坏掉。
据说呢，它这个脆弱的片芯擦角容易断裂，造成成像模糊。这个东西已经停产多年了，而且几乎已经没有人在修了。那买一个真的超级贵，各位可以上网看，真的很贵。所以这个坏掉呢，真的很苦恼。最后一点 Context 它已经断料终止服务已经很多年了。虽然大部分的用户呢给 C65的评价都是坚固耐用，可是呢一旦坏掉就要有没得修的觉悟。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一定要谨慎挑选机况好的，毕竟这不是一笔小数目。那中片幅相机的快门寿命呢不比135，所以许多职业用机或者是重度使用者呢，他通常都会把操到很累很累的机器，趁完全挂点之前呢赶快脱手，然后这些相机呢又会再度流入市面。最基本的检查呢就是听一下它的快门声，不要听起来像那种快散掉的感觉。那么一台 C645加上80F2呢，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呢，尽管如此，如果你是真的超爱底片摄影的朋友，C645绝对是犒赏自己很棒的选择。至少就我来说，我会认为是一辈子至少要拥有的一部很棒的相机。那么拥有了之后呢，也一定要经常拿出来拍哦。OK，这支影片拍太长了，先说到这边，祝大家拍照愉快，拜拜。